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晚间新闻。今天是美东时间11月14日，星期五。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移民政策巨变，糖尿病、肥胖恐被拒签；网络曝光换少年血保青春，分析指中共拟建地下血库。中国人口老化催生新型经济，外包儿女走红。伦敦庞贝古城展登场 ，VR 重现火山爆发前风貌。您正在收看的是新唐人晚间新闻，在美国纽约总部为您播报。首先带您来关注美国的移民政策可能有新变化。周五，美国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对近期的大规模遣返行动做出了回应。而与此同时，国务院最新发布的指令，拒签可能依赖公共福利的移民签证申请，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下面请看本台白宫记者张亮的报道。在移民和边境执法方面，美国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在周五指出，部分团体反对大规模遣返，使外界误以为非法越境者不用担心后果。霍曼强调，非法入境本身就是犯罪，如果在经过联邦法院审理后仍拒绝不配合被遣返，将破坏美国边境安全。If that's the message we send to the whole world, people are still going to put themselves in harm's way to come to the greatest nation on earth. They're going to spend their life savings to give it to a criminal cartel. 美国最先进航母福特号预计将在数天内抵达委内瑞拉附近海域。针对近期军方在委内瑞拉的行动，霍曼表示目前不予评论，并重申不会讨论任何还没有发生的行动。I'm not going to discuss any operation until it actually takes place. We'll see if that happens. 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11月6号发布一项新指令，要求全球美国使领馆的签证官在审查申请人时，可以多种新理由拒绝申请人入境美国，包括年龄、健康状况以及是否可能依赖公共福利。最新指令适用于需提交体检表、以工作或家庭为由申请永久居留者，以及部分临时签证，如 H-1B 申请人。不过呢，部分人道签证如难民则不受新规定的限制。白宫官员周五也证实，川普总统将出席明年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与全球政商领袖讨论当前紧迫的国际议题。这个论坛将在1月20号开幕，届时呢，川普将率领大型代表团参加。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亮、易鑫，美国华府报道。谢谢张亮。纽约州长前副幕僚长孙文及其丈夫胡骁被指控非法充当中共代理人一案，周四在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继续开庭。检方重点展示了孙文在州政府内部压制台湾外交往来，利用关系违规取得褒奖状，以及伪造州长霍楚签名、邀请河南政府代表团等多项证据。现场有5名证人出庭作证。第一位出庭作证的是来自前纽约州长办公室行政机构的政府间事务助理秘书佩登。佩登在庭上表示，只要涉及华裔或亚太社群的议题，部门同仁都会向孙文征询意见，因为他在这类议题上被视为所谓专家。法庭文件显示，不论是中共驻纽约总领馆与州政府的接触，或是台湾社区完成口罩捐赠后的官方回应，最终回应方式都由孙文决定。检方还提出多封往来邮件，证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多项请求虽由孙文接手，但多遭拖延或没有获得回应。第二位证人是负责州长邀请信与褒奖状审批的杰西卡·波夫。他指出，孙文多次阻止州政府参与台湾的活动。2019年10月，台北经文处邀请州长参加双十节庆典，孙文回复不派代表，也不回信。第三位证人是州长办公室传播部副主任希瑟·洛梅克。他指出，孙文多次要求不为台湾活动发褒奖状，反而频繁为中共领事馆活动申请褒奖，甚至孙文私下指示办公室职员绕过系统，为他的父亲及叔叔申请褒奖。第四位证人是州长霍楚的前幕僚长杰弗里·刘易斯。他指出，2018和2019年间，两封发给河南代表团的邀请信
都是伪造的州长签名。目前庭审案件仍在进行，预计更多内部电邮、手机通讯等证据将陆续曝光。新唐人电视台实习记者应翔综合报道。接下来，请您收看本期的美国聚焦。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因为有更多的空中交通管制员回到工作岗位，全美40个主要机场的航班削减幅度将维持在6%。原先本周末的航班减幅将提高到10%，但目前看来不必再加码。I came early expecting like a couple of hours. I was expected like the whole 3 hours, but the lines were empty. Everything went smooth. TSA was okay, so I'm surprised it didn't.Just seeing all the stuff on social media about it being long and all that, but came in here, actually I'm a little bit too early, that's why I'm still sitting out here. 周五，瑞士政府宣布，根据新的贸易框架协议，美国将把对瑞士商品的关税从原本最高39%大幅降到15%。该协议还包括瑞士企业承诺在2028年底前对美国投资2000亿美元。Dieses Abkommen ist eine große Erleichterung für unsere Wirtschaft. 日内瓦居民也表示，看到贸易紧张有所缓解，心情也跟着放松不少。Bon, c'est quand même une très bonne nouvelle pour la Suisse. 纽约市警察局本周呼吁民众提供线索，协助辨识一名涉嫌行窃的男子。警方指出，10月20日，这名男子从位于曼哈顿下城的一家卡片店盗走了价值大约9700美元的棒球卡和宝可梦卡。随着宝可梦卡的流行，价格飙升，相关盗窃的案件也变得更加常见。Especially with Pokemon cards, it's hard to get your hands on those now. I mean, I love Pokemon all my life, but like now the cards are getting super popular again, so might as well get back into it, you know.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尚静纽约报道。美国国务院周四宣布，将4个安提法组织列入特别指定的全球恐怖组织名单。从11月20日起，这些团体将被列为外国恐怖组织。下面请看本台记者的报道。好的，主播，被点名的恐怖组织分别是德国的安提法东方组织、意大利的国际革命阵线、希腊的武装无产阶级正义和革命阶级自卫队。国务院在声明中表示，这些被点名的组织奉行反法西斯、无政府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和欧洲发动恐怖袭击，利用政治暴力与恐怖行动来破坏民主制度、宪法权利与基本自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这是为了履行川普总统剿灭安提法政治暴力运动的历史性承诺。美国会继续使用一切可用的方法，防止这些反美、反资本主义、反基督教的恐怖组织危害国家。国务院强调，川普政府将继续在全球范围内识别和打击安提法恐怖网络。根据美国法律，外国恐怖组织的成员将被禁止入境美国，禁止使用美国的金融系统，相关实体和个人在美国的财产也将被冻结。同时，任何个人或机构向他们提供物质支持都属于违法行为。下面把镜头交还给主播。干净世界将于11月15日美东时间晚间8点独家限时首播神韵2025中秋舞蹈技术技巧表演。届时，神韵艺术团的艺术家与见习演员将为观众呈现世界最顶尖的中国古典舞绝技。演出中，神韵艺术家将展现失传的舞蹈身法最高境界，身带手，胯带腿，一气呵成的各种身韵、身法、技巧与组合，如行云流水、大开大合，让人赏心悦目、心潮澎湃。跳、转、翻腾等高难度动作，既有落地无声的轻盈，也展现了瞬间腾空的爆发力。伴着音乐和节奏，交织成一场完美的视听飨宴。诚邀您在干净世界一起观赏，万勿错过。锁定此连结，美东11月15号晚上8点，使用同一连结观看独家首播。广告之后，您将收看到网络曝光换少年鞋保青春，中共拟建地下血库。欢迎回来。
中共党魁在阅兵前谈及换器官活到150岁之后，近日一个称用中共官方技术为富人权贵换年轻人血液保持青春的视频在网络上热传，引发了人们对中共建立活人供体库和大规模的活人血库的担忧。11月14号，在 X 平台上流传一段向富人兜售换血医疗的视频，称用大量17到21岁青少年的血液微囊泡进行置换，注入很多青年人的功能蛋白到一个人身上，可以延缓衰老。因为我这个生意没有办法做广告，但是我们主要的还是做富豪、超级富豪的生意，变年轻，把你的血全换成年轻人的，一个人的太少了。女子称自己和中国的海尔公司有关，收购了一家价值上千亿的上市血液制品公司。技术上有中共的批文，包括年底我们有永生针，就不死的针，国家队研究出来的。我们集团花了好几百个亿把这个技术专利买断。近段时间，中国网红虞美人国际集团创始人俞文洪也在网上发布视频，用自己做实例为公司换血保持青春的业务做广告。我们是有一个血库，然后把年轻人功能蛋白和微囊泡拿出来，要很多人的，对。才能用在一个人身上。外界怀疑，中共建立了完整的人体血库和器官供体库。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种做法，那么它的血液的来源就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因为你任何合法的途径都不可能拥有这样巨大的一个血量。还有网民表示，换年轻人血变年轻的黑色产业链内幕，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血库经常告急，中共逼迫大学生献血，每年大量青少年走失等事件。习近平讲，他们已经有活到150岁的这方法和经验了，那这个换血的那就不应该什么意外的事情了。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于良纽约采访报道。来自广东省贵州市的企业家周小新，因参加香港游行和声援乌克兰，2次遭到中共拘留。他在2023年来到美国，他呼吁中国民众要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原中国企业家周小新曾投资200万人民币经营长荣物资品制造厂，年营业额达200多万人民币。因为经常遭到当地村委会等部门找借口要钱，生意无法经营下去。当地村委会的下面治安3天2头过来说这不行，说那不行，然后我们都会拿着好烟红包来去打发他们。更狠的就是当地的消防，来一次的话没有2万块钱是打发不了走的。2019年7月，他到香港参加反送中游行，回到深圳后，遭到深圳市福田区看守所拘留14天，罚款8000元人民币。2022年6月，他因为在当地县政府前举牌声援乌克兰，遭到抓捕并关押到博罗县看守所14天，之后更被要求每月到当地派出所强制洗脑。一下子来了5个警察，立马就把我摁住，把我反铐住，然后就是对我拳打脚踢吧，让我跪在那里。到晚上11点钟，然后一辆车就把我拉到那个福田的拘留所。它不是一个政府，它就是完全就是个恐怖邪恶组织，它跟塔利班没有多大区别。他在2016年公开声明退出中共。他表示，只有真相和勇气才能终结谎言与恐惧。通过疫情3年，我相信你们应该也体验到共产党的各种邪恶做法。将来共产党怎么去奴役，怎么去统治，你们应该要有个心理准备。你必须要去用这种原抵抗来去反共，去抵制他们的种种行为。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杨洋，洛杉矶采访报道。下面请您收看本期的《中国1分钟》。中国男星于朦胧离世已2个多月。日前，在大陆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直播间，留言区被网友灌爆，满版都在追讨于朦胧之死的真相。另外，被指卷入于朦胧命案的中国男星范世琦的社交账户，在沉寂近2个月后，13号突然贴出一段打羽毛球的影片跟组图，但随即就被大批追讨于朦胧遇害真相的网友灌爆，涌入数千条留言。网友说：“历史是有记忆的。”
中共骇客劫持美国 Anthropic 科技公司的人工智慧机器人技术，发起大规模间谍活动，攻击的约30家全球组织，并有4起成功入侵。骇客仅需下达持续前进、暂停等简单指令，即可让 AI 自主攻入系统窃取数据资料。Anthropic 警告，这是有记录以来首例外国政府利用 AI 进行自动化网络攻击的行动。中共官方数据造假，其真实程度受到外界普遍质疑，但仍可从中窥见一些端倪。2025年前3季度，中国经济大省广东 GDP 同比增长4.1%，再次低于全中国的平均水平。这已经是广东连续数个季度落后全国，显示经济火车头陷入罕见的增长乏力。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党魁最新表态称可以接受，引发关注。天津男子刘钊，2021年5月接种第2剂科兴疫苗后，2022年7月底确诊白血病。多家医院医生提醒家属，可能与疫苗有关。刘钊拖着病重的身体坚持维权，而维权官员却将他骗到医院设立的维稳病房，将他看管起来。刘钊最终死于维稳病房。西塔人亚的电视整理报道。广告之后，您将收看到。中国人口老化催生新型经济，外包儿女走红。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空巢和独居老人激增。今年9月份起，一种名为“外包儿女”的陪伴型服务突然火爆，在网络中引发了热议。这个现象也显示出，中国目前正经历着家庭支持力减弱以及人口老化加剧的问题。外包儿女是指以临时的子女身份为空巢和独居老人服务，这个职业的背后是不断增长的现实需求。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了3.1亿，而在2021年，空巢老年人占比已经超过了一半，部分地区更突破70%。辽宁大连一支保镖团队从今年转型提供外包儿女服务以来，仅仅3个月，团队已经扩展到了1000人的规模。一单500到2000元，退伍军人、律师纷纷加入，这不是什么闹剧，而是老龄化社会下一群人的温柔反抗。由于丧偶、失独、离异、子女异地工作等因素，空巢和独居老人激增，外包儿女服务的市场非常大。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也很大嘛，加上独生子女政策，所以需要在家里照顾的老人非常多的。李英芝认为，外包儿女像子女一样照顾老人，可以推动中国社会良善的力量向良善发展。中国社会现在问题非常严重，很败坏的，在外面你不敢扶老人，怕你讹着，那么你总不能说在家里照顾老人，也怕被老人讹上，这情况是不一样的。新公民运动联盟发起人王守峰则认为，在中国能够聘请外包儿女的家庭只占很小的比例。有养老金的老年人，他们可以雇佣外包儿女，可是他们的养老金也面临着压力。中国的社保基金严重的亏空，现在很多人拿养老金的风险越来越大。王守峰认为，一旦养老金发放困难，老人也就无力雇佣外包儿女。连没有养老金的老人生活更没有保障。他们的子女要为了还房贷车贷压得喘不过气来，更不可能去给老人雇佣外包儿女。这个灾难性的后果没有解决的办法，只有终结独裁的政权，才能慢慢的缓和下来这个矛盾。在社交媒体上，外包儿女的讨论也明显分化，支持者认为它迎合了当下的社会需求，也有人担心当中存在安全风险，例如诱骗老年人存款、霸占养老金等等。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运、秋月采访报道。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最新警告，在全国恐怖主义的调查当中，涉及未成年人的比例已经攀升到了将近10%。这显示出青少年透过网络被激进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下面请看本台驻加拿大记者李薇发回的报道。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局长在近期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指出，全国接近10%的恐怖调查中涉及到了未成年人，主要受到网络激进化的影响。这一趋势令人担忧。Polarization and radicalization are on the rise, and social cohesion is eroding. Worryingly, nearly 1 in 10 terrorism investigations at CSIS now includes at least one subject of investigation under the age of 18. 罗杰斯列举了近期多名青少年涉恐的案件，分别发生在蒙特利尔、埃德蒙顿和渥太华等地。
2014年以来，加拿大已经发生了接近20起极端主义袭击，造成至少29人死亡，60人受伤。安全局在去年12月发布的联合报告警示青少年极端化威胁日益增加，并向家长和监护人提供了辨识和预防的建议。Clearly, radicalized youth can cause the same harms as radicalized adults. But the societal supports for youth may help us catch radicalization early and prevent it. 罗杰斯指出，今年情报局多次侦测到并且挫败了伊朗情报机构和代理人对加拿大境内人士发出的可能致命性的威胁。安全局同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境外势力的跨国打压上，并且阻止俄罗斯透过欧洲空壳公司非法获取加拿大高科技产品。多家企业接到通知后，立即停止了相关交易。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薇加拿大报道。广告之后，您将收看到伦敦庞贝古城展登场 ，VR 重现火山爆发前风貌。承传传统，匠心独具，普瑞堂玄宝黑参，精选韩国优质高丽参。历经2260天，9蒸9曝手工制作，富含人参皂苷，去除燥火，滋养身心。普瑞堂玄宝黑参再现生命活力，立即订购，请访问普瑞堂.com。节目的最后，我们去到英国，在伦敦近日推出了一项跨越2000年的沉浸式体验展，透过虚拟实境、巨型投影和真实文物，带领观众重新走进火山爆发前的庞贝古城，见证这座城市从繁盛到被火山灰掩埋的瞬间。这里是伦敦全新登场的庞贝最后的日子沉浸式展览，让人近距离感受古城曾经的荣耀与毁灭。展览占地3000平方公尺，划分为10个展厅，是该主题规模最大的展览，包括巨型投影室、虚拟实景体验区以及元宇宙互动空间。其中多件公元1至3世纪的真实文物，包括罗马玻璃瓶、香油罐以及狩猎女神狄安娜的大理石雕像，让观众更贴近当年的生活面貌。Pompeya siempre es una historia viva, una historia cultural viva, porque gracias a los avances que se siguen haciendo en las excavaciones del parque arqueológico, se siguen descubriendo cosas muy innovadoras para el tiempo, para ser el siglo I después de Cristo, ¿no? Entonces, uno va conociendo la historia, pero se enriquece de todo lo nuevo que va ocurriendo en el parque. 在沉浸式大厅中，26分钟的高解析度环景影像，完整重现火山爆发前后的城市变化。展览的一大亮点是虚拟实境体验，游客戴上 VR 装置后，可以在360度的画面中穿梭于庞贝城神秘别墅与古城街巷的仿真场景。We have cutting-edge technology. We need to make this technology be just part of the experience and make people dive and feel immersed in the story. Make something that's impossible, in fact, which is travel back in time and be in a moment and in a period that was so interesting, like the Roman Empire, and in that moment when the Vesuvius exploded. 除了高度科技化的沉浸式空间，展览也重现庞贝遗址著名的小心恶犬标识，并设置互动涂鸦墙，让观众在离开古城前亲手留下罗马式笔记。展览将为期16周，下一站将前往上海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新唐人电视台实习记者宁修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晚间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